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今天是3月10号。那刚刚呢，1分钟前手机的警报声响了。我们跟朋友正在喝咖啡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以色列人会怎么样反应。等一下警报响的时候，大家会放下咖啡去防空洞吗？还是会怎么样呢？那这是我很喜欢它装潢的一家咖啡厅。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它就是用了耶路撒冷的特色啊，拱门啊，还有这种圆弧形啊，还有就是石头的颜色。这个小孩不穿鞋子，我等一下警报响，我怎么办？刚刚又响了一次，然后可是大家都还是坐在这里喝咖啡。然后我已经透过 Kenny 打听到了，就是对面的百货公司底下就是那个防空洞。但是你看啊，店员啊这些人。我们都没有考虑要跑啊，然后店员还跟我们讲，就是因为JoJo刚刚拿的那个玩具是跟这个餐厅借的嘛，然后咖啡厅借的，然后那个店员说他还有很多。又响了。哎，外面 the siren is sound. Yes, Azika. Yes. You think that we should他们在这里睡觉。OK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大家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咖啡厅继续工作，然后大家还在想是要进还是出哎，然后外面有警察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他把门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这里就可以了是吗？应该是吧。זה מקלט? לא. לא, אז למה? Fox? Should we go? Can. Oh, we can also stay here. What do you? Sure, yeah. We'll stay here. 大家都没什么在动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留着啦。习惯了吧？然后继续吃饭，店员也是继续工作。现在是10点4分，然后其实警报还没解除啊，然后大家就还是继续聊天啊，继续吃饭啊。这是刚刚的那个防空警报。我们是在点一个早餐小舒卡，然后呢，咖啡给大家看，一般咖啡的价格就是14、16，乘上10就是台币。然后套餐的话，它会自己折8块，所以就50块哦，这样子就要500块台币。恢复正常的意思。看看外面的人，你看大家就在走路啦。然后西安广场，然后军警门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现在是10点18分，我们通常跑完防空洞就会看一下新闻，了解一下状况。像刚刚那种是手机提示声有响，而且还响2次，然后户外的响了1次。只要户外的有响，就代表说90秒之内要到防空洞。我们刚刚其实应该要去，但是呢，在门口就有人就把门关起来，然后反正后来就不了了之啦。那网络上有很多的就是假新闻，就是在讲以色列已经被毁啦，然后什么哪里被炸掉啊，什么被炸掉啊。那基本上在一场战争中，它一定会有死亡的人，一定有就是伊朗真的打到以色列的部分。但是我的影片呈现出来是99%以色列正常的状态。我没有办法跑去看，就是等一下我的小 Q 卡来了。这样子呢是台币500块，有没有比较感觉划算一点？这是 shakshuka 番茄蛋。那我想讲的就是战争它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人民很认真的生活，表现出生命的韧性也是真实的。那现在大家在10几分钟之内就继续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继续的点餐啊、吃饭啊，这是真实的，就是在战争之下生活的样子。
那我说有很多的假消息关于以色列啊，说以色列已经毁啦、停电啊，然后什么某个小镇被炸啦。我是没有看台湾的新闻啦，我是看留言，然后看到有人这样子问我，那所以我就觉得是可以就是多看看就是真实的样子，然后再来思考媒体它报道出来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。这个是shakshuka要吹 ，nice。那你有吹吗？这是现在街上的样子，可以看得到很多喝咖啡的人。这个小车车好可爱哦，里面是一个阿伯。好奇怪哦，在路上有人在烧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看不太清楚。我第一次看到。他在做什么特殊的疗法吗？那耶路撒冷基本上气氛就是已经蛮平静的。如果刚才没有要跑防空洞的话，就是已经连续3天不用跑防空洞。但是刚才有响那个警铃声，所以就是还是要跑防空洞。那你们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大家很快就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个状态。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在以色列现在战争之下，生活是什么一个样子。就是我们还是会有听到防空警报声，那听到的时候，手机的 app 响是在提示我们说，等一下你要跑防空洞。那如果是户外的警铃声那样响，其实我们刚才在咖啡厅里面没有听得很清楚，但是户外警铃声响的时候，通常是很大声的，然后你就要跑去防空洞，然后大概过10分钟、15分钟以后，你就可以出来，然后就是生活就好像回归一个正常，然后大家继续喝咖啡啊，或者是有人要上班就继续上班，有人可能他在准备考试啊什么的，他就继续。那小孩的话，目前因为这些警报它还没有完全的解除嘛，还是有压力。伊朗它还是有在射那个导弹过来，虽然说这一次的整个攻击，伊朗到目前好像是射了176枚导弹，跟以前就是去年6月相比是差蛮多的。那因为有压力的关系，学校是到礼拜6为止都还没有那个开放上学，那就是因为政府也还是在评估，因为小孩的反应速度啊还是会比大人慢。那如果小孩在家的话是大人自己负责，小孩如果去学校的话就是老师要负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家超商，我们家小孩已经进来要买饼干跟奶粉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奶粉为什么被锁住呢？这里是锁嘛，是因为其实还是会有人就是偷东西，因为很穷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真实的样子，不是每个人都好像在高科技产业，然后都很有钱，没有哦。大家有看到那个店员把3盒我们买的奶粉直接拿到那个结账的地方，因为他就是怕别人会偷，所以很保护奶粉。其实奶粉没有很贵啊，很多的化妆品还更贵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非常的保护奶粉。我们要结账，然后刚刚那3盒奶粉啊在那边所以我要总结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以色列它进入战争本身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那它的经济可以稳定真的是上帝的恩典。然后伊朗他这样子打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的死伤可以控制在不到20个人，这也是上帝给的一个很大的恩典。那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超级奇迹、超级恩典的故事，就是去年6月的那一次的战争，伊朗他打到了一个Beersheba 的医院，伊朗打平民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但是很恩典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那个院长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下令说，让医院的人把某一区的病人都移到安全的地方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评估说那边不安全。如果说伊朗真的打到的话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撤离。然后很奇妙的就是院长他这样下令，大家就真的照做了耶，在以色列很难。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决定，所以很多几百个病人的性命就是这样子活了下来，就是因为伊朗打到的时候，那边已经没有任何的病人了，他打到的地方就是医院已经空出来的一个空的一个院区。那伊朗它的威胁是很真实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跑防空洞。我举例来说，
3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导弹打到了 Beshemesh 的一个防空洞，然后里面的人有5个是小孩哦，然后就这样子死掉了。通常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啊，还有它有3层嘛，是可以拦截的，但是有些情况下就是它会失误，那所以我们才要跑防空洞。那在那个情况下，已经在防空洞里面，伊朗的导弹打到人还是会死掉，你就可以想到伊朗它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。只是说以色列人的态度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战争，所以我们正在跟伊朗有战争当中，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有战争，然后我们就活在一个阴影、恐惧之下，然后停止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会谨慎的去评估说，小孩可不可以上学，能不能回去上班，因为我们不会拿生命开玩笑。以色列人非常的看重生命。但同时，他们也不会好像就是害怕敌人、害怕有战争，然后不做任何准备就直接投降，他们也不会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战争之中生活的样子。你知道战争存在，你也在为有发生战争在付代价，但是同时你又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混乱当中找出一个生活的规律。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以色列小孩还能够在战争中骑脚踏车啊、吃东西、喝咖啡，他们没有喝咖啡，可以就是在路上玩耍的这种情况上来看到，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韧性。他们会让小孩知道说，现在国家正在经历战争，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隐藏。你可以听到防空洞这些警报的声音，你也必须去防空洞，你可以看到其他人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会把无形的那种恐惧去给小孩，告诉他们好像怎么样，没有，家长反而是给小孩很大的一个安定感。其实从小孩很小的开始，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优先就是要帮助小孩可以生存下来，在一个就是动乱，在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下，所以你会看到以色列人，因为他是在一个极端环境，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对小孩特别的包容，特别的宠爱，然后可能就这样一路宠到就是不能再宠，然后小孩就去当兵，就长大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其实他不知道他能够宠爱这些孩子到什么时候，他不知道嘛，所以他反而就是会更加的去爱他们，更加的去接纳他们的情绪。然后这些小孩子因为别无选择嘛，国家他一直都是在打仗的一种状态，每隔10年就一场大的战争，所以基本上在以色列你看不到妈宝，你都看得到他们很独立，他们很愿意就是为社会贡献。就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，因为在极端的环境之下，人为了生存，他会有不一样的优先次序，所以以色列人的韧性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长出来的。今天2个人兄妹装，他坚持他妹妹也要下来玩，他有好事都会想到他妹妹。以色列的女警。那大家知道，在以色列当兵是男生跟女生共同的义务，男生是当快要3年，女生是当快要2年。所以以色列人的韧性是来自非常多的方面，它来自他对神的信任，因为他在很多次的战争，他都看到神超自然的保护这个国家。那也来自人很真实的付出贡献，他们是用血用汗的代价才保留了这个国家。这个工人也是阿拉伯人，他也是要舅舅来加入他们，因为舅舅一直看呢，他看到别人在做什么，他就一直看一直看。哇！哇 ！Good job， 舅舅。舅舅，看到可怕！你头上是打的。拜拜。哦，舅舅。然后舅舅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厉害，他看到这巷子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跑进来吗？因为他以前来过这里有一间咖啡店。他来过一次以后，他就记得这个地方。没有，他第一次来以后，他第2次他就记得了，他的记忆力超好，然后都不会忘。这个地方是他可以喝到那个 baby chino 的地方。
Okay, last minute, baby. 这家店超棒，因为它有小朋友可以玩的玩具，在这里有画画的东西啊什么的，然后有好吃的东西。Shake. 你在写信吗？ And shake. 嗯哼。Snake？ Yes. 他在画一条蛇。那边有一对父女。这里有一个新开的咖啡店。我觉得这里的建筑真的很美，这种石头啊，就是耶路撒冷石。然后呀，耶！啾啾发现 Baby Chino 很开心，我们先做 clean up， 然后才能吃啊 ，OK？ 好，这样2杯饮料跟三明治，还有这个 burritos 就是一些饼，总共是115块。但给小孩的 Baby Chino 是免费的，它基本上就是牛奶啦。这个沙拉呢，就是有橄榄、番茄、radish 跟小黄瓜，很精致哦。哇，好新鲜，橄榄油好香。哦，这是新鲜的。好好吃哦。朴实的三明治。哦，现在在整修。我们前面那一桌的客人是2个爸爸跟2个小孩。以色列人的及时行乐的个性，就是在这样子极端的环境下所培养出来的。然后以色列的物价这10几年来都是差不多这么贵，就是如果你要坐下来吃东西的话，一个人大概就是60到100 shekels， 大概台币600到1000块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因为它人工很贵，它的就是整个的基本时薪就是不一样。不过它这样子115块、1150块台币是在以色列是稍微贵了一点啦，即便说有包含2个饮料，还是稍微贵一点。有一个人趴在地上，他在干嘛？这是刚才在烧脚的那个人，据说他是在要钱吧。哇，舅舅，人家每个人都对你超好。他可以偷的。好了，我们家有1个半小孩需要睡觉了，这个也快要睡觉了，妹妹要睡觉了。这是普尔节没有发完的礼物，大家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结果现在 Kenny 先带妹妹回去睡觉，因为这个走路她就是什么都要看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快的回家。然后现在街头上已经出现弹乐器、弹音乐的人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平常的西安广场又恢复了热闹，耶！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结果我们莫名其妙坐在这里跟一群爷爷下棋，看人家下棋 ，Shesh Mesh， 这个棋叫做 Shesh Mesh。